我负债1000万，被传送进大逃杀游戏，用50元生存7天即可获得1个亿。大家都想获胜，却只有我一个人想逃出去。他们不知道我是上一局的赢家，杀了我，他们就可以抢走5亿。欢迎100位玩家进入夺金游戏，参赛者需要用50元初始资金，在游戏中生存7天，胜者将获得100万奖金。超支死亡或离开游戏区域将视作淘汰，淘汰者将背负100万债务。有懦夫想退出吗？和上一次一样，没有人选择退出，所有人脸上都毫无退意。我知道他们都在现实生活中负债累累，否则也不会想被选入这个游戏。在他们看来，只是用50块钱活7天，十分简单。但我已经参加过1轮了，我知道这个游戏真正的恐怖之处。我决定，我举起了手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。然而，我那句退出游戏还没说完，脑袋里就响起系统的声音：66号提醒你，你是上一轮的赢家，若要强行退出，会负债5亿。只有连胜2轮的赢家才能提款离开。那我输了呢？奖金作废，负债100万。你决定什么呀？我决定今天少吃一顿。神经病！100名玩家已投放，欢迎来到幽灵游轮。记住，你们都是偷渡者，祝各位好好活着。所有人被投放进了一艘漂浮在海上的游轮，系统给我们每个人发放了一张卡，凭这张卡可以在游轮任何地点消费，但卡里只有50元。我的界面出现3个数值：饥饿值、口渴值、精力值。目前3个数值都是满的，一旦归零就立刻会被淘汰。我被投放的地点是3楼甲板，放眼望去，四周全是茫茫大海，根本没有陆地的影子。我去便利店看了一圈，饮用水20元，面包55元，蛋糕70元一个，符合我对豪华游轮的刻板印象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自助餐厅有免费的水，会在开餐时免费提供，而这个时间正是餐点。自助餐厅门口已经排了不少人，等待验卡入场。旁边的一队站着2个玩家，他们掏出系统给的卡递给服务员。我暗自摇头，下一秒，机器开始发出警报声。这不是正常的房卡，他们是偷渡者。别抓我！17号、42号玩家暴露偷渡者身份，淘汰，负债100万。服务员此刻又挂上了那副职业性的微笑，而一个女玩家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将卡交到服务员手里，刷卡后她也必将暴露。也许是急中生智，她突然抓住服务员刷卡的手，而另一只手捂住嘴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呕吐声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保安警惕地看着我，似乎在怀疑她是否得了传染病。而如果他们去询问这个女人的信息，那她基本也会淘汰。我走上前去，慢慢拍着女人的后背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太孕吐的厉害，请问卫生间在哪里？保安们的眼神明显放松了。卫生间在那边。我连忙道谢，拉着她离开了餐厅。刚才谢谢你了，我是8号林雨嫣。我也不是白救的，我是看你的反应还算聪明，后面你得跟我组队，大事听我指挥。你好像很有经验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肯定不会透露自己的底细，毕竟如果他们知道击败我就能获得我的5亿财产，我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，因此我随口编了个假名字。我是66王浩然。现在怎么办？混吃混喝行不通，我们该从哪里获取食物？走吧，我有办法。我带他来到游轮上的赌场，里面充斥着各种赌博的喧嚣声，工作人员忙着招呼客人，应接不暇。我趁机找到了一部供客人使用的内部电话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我是407房间的客人，给我送4瓶矿泉水上来，挂在房帐上，放门口就行，快点。我把电话给林雨嫣，让她用同样的方式要水。这个时间点，大部分人都在餐厅或者刚登船在探索，房间空着的概率很大。这种小要求，他们一般不会深究，而且几瓶水数量也不多，房主是很难察觉到的。那我们赶快去，我都要渴死了。在407房间门口，果真放了几瓶矿泉水，我立即将它们收入背包。我们没有停留，立刻转移去刚才点单的其他房间拿水。短短半个小时，我们就搞到了50多瓶矿泉水。王浩然，这才第1天，我们用不了这么多水吧？你不懂，必须今天就把饮用水都凑齐，因为这个方法很快就会失效。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其他玩家迟早也会发现这个办法，等他们发现账单异常，或者服务员发现送的水频繁消失，肯定会查。原来如此，这些水必须找地方藏好。我留了一个心眼，和林雨嫣分头去藏各自的水。藏好后，我们再去约定的地点碰头。在碰面后，我们现在就需要解决食物的问题。这时，我们听到一阵争吵声，发现是2个玩家为垃圾桶里半个三明治吵得不可开交。这才第1天就有人翻垃圾桶了吗？他们的争吵声引起了保洁阿姨的注意。在豪华游轮上翻垃圾桶的人，那必然是偷渡者。很快，保安就冲出来将2个玩家抓走。等待他们的是淘汰和负债。4至7层是无数舱室和娱乐场所，我们先到这几层多转转。我们来到的一家甜品店，假意询问其巧克力的口味如何。而林雨嫣在我的掩护下围着柜台打转，几个最大的试吃甜品从她走过以后忽然消失，店员毫无察觉，还在向我介绍可可豆的产地。林雨嫣在不远处给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这时，门口的报警器哔哔哔的响起来，有个玩家荷包鼓鼓囊囊的，刚走出免税店的门口，一群保安迅猛扑了过去，当场把他逮住，搜出了偷走的食物。理所当然的，这个玩家被淘汰了。我早有经验，所以让林雨嫣顺走的是吃食物，不会触发警报。我们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把顺来的几个甜品全吃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手速这么快？我以前是个魔术师，难怪有这本事。不过刚刚顺来的东西也就垫垫肚子，量太少了，而且整艘游轮就这么几个试吃点，干多了容易露馅。
确实不能总在一个地方薅羊毛。现在也已经晚上了，我们还得找地方休息，不然被发现我们没有睡在房间里，肯定会被发现是偷渡者的。要不去 KTV 包厢试试，那里有沙发，能凑合一下。就是吵了点，被发现，我们就说是来唱歌的。我们抵达了 KTV， 但问题是，有来 KTV 借宿的想法的人不止我们2人。我尝试上去跟他们交涉，兄弟，能不能匀个位置给我们？我明白不能跟他们硬碰硬，就准备拉着林雨嫣离开。刚走到门口，那个男人身上毫无征兆的腾起一团火焰。着火了，快救我呀！他的另外几个同伙开始对他猛挤，但火势还是止不住。男人哭嚎着冲向外面，就在最后一个人冲出去的刹那，林雨嫣敏捷的般贴近门口，手指在门锁处一扣，门被反锁，这里成我们的地盘。看来那团火就是林雨嫣这个魔术师变出来的。尽管因为有林雨嫣今天异常顺利，可我却开始担忧起来。如果到了系统宣布猎杀的时刻，林雨嫣会不会对我动手？到了第2天，果然全船所有试吃点都消失了，打电话挂账买水也行不通了。有人饥饿值几乎归零，只能铤而走险抢 NPC 的食物，结果被保安扔下来了。我和林雨嫣在船上晃悠，每一个餐厅门口的服务员都严防死守。有人终于忍不住，2人凑了55元，买了一块三明治。咱们也要凑钱买吗？没用的，如果找不到稳定食物来源，吃了这一顿，后面还是会被淘汰。时间很快到了傍晚，我和林雨嫣的饥饿值已经掉到了危险的边缘。这时，8楼泳池旁的餐吧开餐了，泳池可以随意来去，并不验卡，餐吧是直接刷卡买餐的。我有办法了，我们来演场戏。有一张桌子上的客人应该是吃饱了，径直离开了露天泳池，桌上还摆着很多吃剩的食物。趁着服务员没注意，我拉着林雨嫣直接在桌子旁坐下，还顺手将盘子里的食物拉到自己面前。怎么咱俩一上厕所，他们就都不见了？也不知道等我们还没吃饱呢。林雨嫣也附和起来，为的就是让服务员认为我们跟这桌的客人是朋友。他们可能没注意到我们，待会儿我们给他们打个电话吧。我们就在服务生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的将剩下的食物分食干净。林雨嫣还顺手打包了几份服务员没来得及收拾的食物。吃了一顿饱饭，饥饿值迅速回升，我俩悄无声息的溜下了楼。林雨嫣提议继续回 KTV， 刚走到门口，里面猛地扑出5条壮硕的身影，瞬间将我们堵死在墙边。正是昨天几个被唬吓走的人。竟敢耍老子！我说船上怎么会突然起火？搜，把他们身上吃的东西全搜出来！我们从餐厅偷带出来的食物，甚至是背包里的矿泉水，全部被抢走。想再敢耍老子，直接把你扔海里喂鱼！我们走，这些东西全吃了，可饿死我了！我们不该回 KTV 的，我们耍了他们，他们肯定会借机报复的。我看到林雨嫣的眼睛深处闪过一抹恐惧，就像事前的预兆。王浩然，你先待在这里 KTV 里面休息，我过一会儿就来。你不会要找他们算账吧？你一个女孩子打不过他们的，别犯傻。这就不用你管了。林雨嫣还是离开了，我想不出她到底要干什么，却在几分钟后听到系统声。玩家2号、37号、48号、55号、63号已确认淘汰，负债100万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因为我记得那个男人就是22号。5个人全部淘汰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第3天凌晨，林雨嫣才回到包厢，我注意到她的裤脚那里蹭了几块油污。吃好了吗？去打猎吧。我没问她昨晚到底干了什么，开始行动起来。我都有东西隐瞒她，也没资格要求她什么都跟我说。昨天晚上又有10几个玩家被淘汰，现在只剩下不到70人，而且系统似乎加强了管控，因为每个餐厅门口都增加了保安，便利店也开始检查购买者的房间信息，钻不到什么空子。正在这时，走廊里传来争吵声。把卡给我！凭什么？我们说好一起用的。2个玩家正在为一张卡拼撕的，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张正常的房卡。我们悄悄跟在那2个人身后，看着他们用房卡刷开了一间客房的门。房间里空无一人，迷你冰箱里还有饮料和小食。2个玩家如饿狼般扑向食物，甚至忘记了关门。他们完全没注意到门口的我。我和林雨嫣各自拿了个灭火器，我做了个手势，林雨嫣配合我出去，让他们击晕。几分钟后，我们把冰箱里的食物和饮料全塞进了背包里。那2个倒霉蛋被我们绑在了卫生间里，嘴里塞着毛巾。然而此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了开门声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推门而入，手里拎着购物袋，显然是刚从免税店回来。你们是谁？林雨嫣已经悄摸摸的准备去拿灭火器了，但这样只会把事情闹大。我急中生智，对眼镜男说：“先生，你别紧张，我们正在办案。”我回头暗示林雨嫣，她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个黑色皮夹，在男人面前晃了一下，实际上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是船上的便衣王队长，这是我的搭档小李。眼镜男显然还有点不相信。这时，卫生间里突然传来砰砰砰的撞击声，是2个被绑的玩家醒了过来，正在拼命挣扎。厕所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我大方地打开厕所的门，让眼镜男看清里面绑着2个人。他们是谁啊？你别紧张，这艘船上混入了偷渡者，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抓捕这些偷渡者。你的其中一张房卡呢？是不是丢了？还真是，你太粗心大意了。他们2个人偷走了你的房卡，潜进了你的房间。如果不是我和小李及时发现，你就危险了。你得感谢王队长发现了偷渡者，将他们制服了，不然你可能就危险了。男人听完显得十分感激，真是谢谢你们啊！现在需要我怎么做？我假装接起电话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对，我们在627房间抓到了2个嫌疑人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带他们回去。我也假装打电话走了出去，林雨嫣也跟在我身后。等等，
我僵硬的转过头，原以为露馅了，男人却只是指了指床边。队长，你的包。谢谢啊。我跟着林雨嫣走出房间，在下一秒拔腿狂奔。男人还在房间等待我们打完电话，却不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回来。跑到中厅之后，那里人山人海，正在举办聚会。我们混在这里，基本是安全的。没多久，系统通知那2个玩家被淘汰的消息。估计男人终于反应过来，通知了保安，但保安再也抓不到我们俩了。我们背包里还有一堆吃的，今天算是稳了。问题是，晚上 KTV 彻底关闭了，系统正在逐渐缩小包围圈，而且保安每晚都要对空间巡逻3遍，只能找其他地方过夜了。我想起白天探索过的小教堂，藏在船尾一条秘密通道里，很隐蔽。我建议去教堂看看情况。可以，不过我先去趟洗手间，憋一路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感觉自己也有些尿意，自己也进了男厕所。然而，我身后突然闪进来一个人，还未等我看清楚，尖锐的物体抵在了我身后。想活命就别出声。外面那个8号，他是个通缉犯，你要是把他招来了，我们都得死。你的意思是林雨嫣是通缉犯？我叫朱莉安，89号，我是个便衣，为了抓他才进来这个游戏的。那个8号是个在逃的通缉犯，在真实世界杀了3个人，外面风声太紧，他就躲进了这个游戏里。你不知道，只要玩家愿意，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。他已经在这里赢了4、5轮了，累积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和杀戮经验。巨大的信息量冲击着我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林雨嫣接近我的目的很可能是认出了我是上一轮赢家，是价值5亿的猎物，难怪他的行动居然那么果决。王浩然，你掉厕所里了，还不出来？林雨嫣的声音突然从外面传来，脚步声也向男厕门口靠近。明天下午3点甩开他，我会来找你。说完这些话，他躲进隔间，我压下恐惧，让声音听起来正常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肚子有点不舒服。没事吧？看着脸色有点白。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走吧。到了教堂后，我们才发现教堂已经被6个组队的玩家占领了。林雨嫣像上次那样把他们赶出了教堂。这一晚上我实在不敢睡，感觉林雨嫣时刻都有可能谋害我，抢走我的5亿。第4天早上，我故意带着林雨嫣来到了赌场，转悠了一圈，我看中了一个猎物。你有本事帮他赢几局？那个男人绝望地瘫倒在地，显然输了个底朝天。小事一桩。你想不想翻本？我们帮你，赢的钱全归你，只要管我们3顿饭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凭这个。林雨嫣甩出几枚筹码，虽然数额不大，但只要能连赢，也足够创造奇迹。只是我们是偷渡者，就算赢了钱也没用，还得借这个男人的账户中转。成交，我就信你们一回。接下来的几局，林雨嫣仿佛能预知小球的轨迹，她并不下重注，只是精准地压在几个赔率不错的区域。中年男人面前的筹码变得越来越多。我去趟洗手间。我趁着林雨嫣专注于轮盘，迅速转身挤入人群。这个林雨嫣果然有问题。如果是第一次参赛的玩家，自己有稳赢的把握，肯定会想着用50块钱本金在赌场赚钱，然后买东西吃。但老玩家会知道，直接赚钱买东西会被系统淘汰，而让别人请吃饭则不会。林雨嫣刚才没问我为什么要利用男人赌钱的原因，说明她对规则心知肚明。我去洗手间回来，发现赌场经理带着保安正围在林雨嫣那一桌。小姐，我们接到举报，怀疑你涉及违规手段，请配合检查。违规？我只是给我朋友一点建议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女保安上前，动作粗暴的搜身，翻开她的口袋、袖口，甚至检查了她的指甲缝。监控室也调取了画面，却什么都没查。的确没有证据显示你出切，但替他人操作是明确违反规则的，请你们立刻离开。林雨嫣被禁止再进入赌场。中年男人虽然不满好运被打断，但还是见好就收。他倒还算守信，去前台买了6张自助餐券给我，我收好餐券，给了林雨嫣3张，每天使用1张，够撑到第6天。第7天并不需要管饥饿值，只需要保命。王浩然，刚才你说去洗手间，你是真的去了洗手间吗？当然了，我的心脏在狂跳，因为举报他的人就是我。早晨时，我已经试过给前台打电话举报偷渡者，但系统提醒我，玩家不可以举报其他偷渡者。然后我又想了一个办法，将他带进赌场，让他帮人下注，然后再举报他出老千，惊动保安。他想要我的5亿，但我不想要他的钱。这种危险人物越早淘汰越好。可惜他手段太高超，没让经理查出破绽。他始终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。就在我脸上的表情即将挂不住时，他的视线越过落在了不远处的朱莉安。没想到他也进来了。王浩然，你看见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没？89号，离他远点，越远越好。为什么？她外号黑寡妇，在真实世界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诈骗犯，被他盯上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站在原地，感觉到阵阵冷。一个杀人犯，一个诈骗犯，我该相信谁的话？下午2点半，我们从自助餐厅出来，林雨嫣突然说：“我有点事情要处理，你在这里等我。”你要去干嘛？私事，记住我的话，离那个黑寡妇远点。说完，他离开了休息区。朱莉安看他彻底离开后，来到了我身边。时间不多，我长话短说。林雨嫣，她极度危险，现实世界是3起恶性谋杀案的主犯，反侦查能力极强。他躲进这个游戏是为了享受猎杀的过程。他已经连续赢了6轮，身价保守估计超过50亿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第5天开始，系统会大幅提升游戏难度，增加新的淘汰机制。他肯定会对我防备，你在他身边更方便动手。我们用系统的规则淘汰他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在进入游戏前做了大量调查，包括收买了一些前参赛者。为了抓住林雨嫣，我必须了解这个游戏的每一个细节。朱莉安说这话时显得很坦诚。明七，我没时间证明自己，
你只需要知道，单打独斗，我们迟早都会被他一个个吃掉。合作是唯一生机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时间不多了，第5天很快就到。如果你犹豫太久，我们都会成为他的猎物。明天我会等你的答案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。我坐在原地，感觉脑子里一团混乱。林语嫣消失的时间淘汰了刀疤脸，小猪知道第5天的游戏规则。在这艘游轮上，每个人都在撒谎，每个人都有目的。这艘游轮上不止我一个老玩家。第5天的清晨，系统广播的声音将所有玩家惊醒。各位老手们，早上好，欢迎进入第5天。为提升游戏趣味性，今日特别活动深海清扫现已开启。上午9点至下午5点，邮轮安保部将进行全程无死角大搜查，所有公共区域、客舱走廊，甚至部分或授权的员工区域都将被彻底检查。被抓到的偷渡者即刻执行死刑，淘汰并负债100万。请注意，玩家不可互相举报偷渡者。祝各位老手躲藏愉快。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限，现在直接进行地毯式搜查，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。9点，搜捕如期举行，所有公共区域全部覆盖，甚至连空客房也被放过。每一个游客都要被验证身份。系统广播里传来密密麻麻的淘汰之音。既然所有公共区域都有保安，那我们不如玩灯下黑，咱们就去员工区域。林语嫣同意了我的建议，我们很快来到员工通道，门口是一道电子锁。能开电子锁吗？当然没问题。我们迅速溜进了船员区域，这里通道狭窄，机器轰鸣，与上层的奢华判若两船。我找到了2套尺寸勉强合适的保安制服，甚至还有配套的帽子。刚拿到保安服，就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。我和林语嫣对了个眼神，两人飞速的换好衣服。保洁阿姨走进来，跟我们转个正着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个区域也要搜查，说不定那些偷渡者跟我们玩灯下黑呢。我装模作样的说，在吸引保洁阿姨的同时，顺走了她放在操作台上的对讲机。我们大摇大摆地走出员工区域，加入了正在进行搜查的队伍。你们几个跟我去4楼，你们8个跟着李队去3楼。我和林语嫣分散开来，我们这一队保安都搜索的特别仔细，任何地方都会排除一遍。一个保安突然惊呼：“有人偷了救援艇！”我低头看去，几个玩家爬到了救援艇上，轮子正在缓缓让他们往海里放。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逃脱搜捕，但还是晚了。他们被发现了，救援艇的绳索不知道怎么突然断了，船身倾斜，在惊呼声中，一船人掉进了深海里，瞬间巨浪吞没。我打了个寒噤。喂，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生？也许我的紧张引起了一个保安队长的注意，他突然从背后叫住了我。队长朝我走来，向着我的脖子伸出了手。我瞪大眼睛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衣服都歪了，像什么样子？对不起，我下次注意。报告李队，发现通往2层的员工通道电子锁被破坏，疑似有偷渡者潜入了员工层。员工层有人潜入，你赶紧去看看。我满嘴答应，实则躲在甲板一角，看着四下无人。拿出来顺来的对讲机，正犹豫要不要向保安揭露林语嫣的行踪，朱利安忽然出现，一把夺过对讲机。所有单位注意，破坏电子锁的高危目标找到了，女性，25岁左右，黑色长发，偷走了1套保安服，目前在4楼，务必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制服他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替你做选择而已，你再犹豫下去，咱俩都得没命。朱利安没有直接举报偷渡者，而是举报了开锁目标钻了系统空子。朱利安说的所有特征直指林语嫣，林语嫣无疑也能听到朱利安捉拿他的声音。在他看来，我已经背叛了他，和朱利安达成了合作之后，林语嫣一定会与我为敌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你最好期待这次通风报信能让林语嫣淘汰，不然被他盯上的就是我们了。你放心吧，这次不会淘汰他，下次我就亲自动手。眼看时间越来越接近5点，却始终没等来林语嫣被淘汰的消息。这时，保安队长带人找了过来，朱利安见情况不对，拔腿就动。抓住他！然而就在这时，下午5点的钟声响，所有正在追击、奔跑、叫喊的保安立即停下了动作，他们瞬间变得面无表情，然后步伐整齐划一的退去。刚才还充满喊打喊杀声的走廊，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。系统的广播随之响起，冰冷而无情。深海清扫特别活动结束，当前剩余玩家数量31人。恭喜各位幸存的老鼠们，你们成功躲过了这次清洗。我不敢想象，没有被淘汰的林语嫣在找到我后，会不会愤怒地将我扔到海里。我用掉了第2张自助餐券，并在餐厅里看见了林语嫣。王浩然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你早就跟朱利安合作了是吧？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他也不会信，索性也破罐子破摔。5个亿？什么5个亿？你不是早就猜到我是上门游戏的赢家吗？只是你不知道我的身价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价值5亿，你一直留着我的命，不就是为了最后1天吗？现在杀掉我，你就损失了5个亿。王浩然，我果然没有挑错人，你很有趣。我今天留着你的命，在第7天，我会第一个杀掉你。至少在第7天系统公布最终规则前，我都是安全的。因为林语嫣知道我身价5亿之后，必然会把我留在第7天。后天的事后天再说，眼下先把肚子填饱。第6天，系统再度颁布新规则。今日游戏最后的午餐，1小时后，顶层自助餐厅将开放一场特殊的拍卖会。拍卖品是足以让你们撑到最后24小时的食物、饮用水以及精力补充剂。拍卖货币，你们卡内剩余的钱以及贷款。系统将根据你们当前的资金情况，为你们核定一个借贷额度。注意，拍卖结束后，今晚24点
系统将结算并淘汰数值总数最低的11人。祝各位拍卖愉快。系统话音刚落，所有玩家的3个数值陡然下降到临界值。如果不参与拍卖，必定活不过今晚。我走到顶层自助餐区，那里已经清空游客，变成了临时的拍卖场。看来第3张餐券派不上用场了。林雨嫣也出现在拍卖场，眼神阴鸷地看着我。我进去一看，我的借贷额度是5亿。NPC 拍卖师拿出了第一件拍卖物品，一瓶水。大家的脸上露出失望，因为这是一瓶非常普通的瓶装水。这瓶水可以帮玩家恢复50点口渴值，起拍价格20元，价高者得。尽管至少一瓶水，但也足够解燃眉之急，因此拍卖价快飙升。第一瓶水以500元成交，得主立刻拧开瓶盖狂饮。旁边参与竞争的人吞咽着干沫。拍卖师拿出了第2瓶水，大家如法炮制，这一次以700元拍得了这瓶水。第3瓶、第4瓶到第6瓶的时候，拍卖师突然提醒大家道：拍卖的水一共只有20瓶，想要恢复满级口渴值，需要2瓶哦，也就是所有的水仅供10个人恢复口渴值。拍卖场一片死寂，而我将藏着水的背包藏进桌子底下。接下来的拍卖开始失控，一瓶水的价格疯狂飙升，有人甚至借贷到了80万。你疯了吗？哪有你这样哄抬物价的？获胜也才得100万啊！但我输掉却要负债100万，只要获胜了，就算减掉80万，我也能得20万。拍卖师露出得逞的笑容，他拿出第2批拍卖品，那是一份全家桶套餐，起拍价只有100元，这分量足以将一个人的饥饿值拉满。有了拍卖水的经验，大家知道越往后越贵，都争先恐后的加入拍卖，价格瞬间突破1000元大关，并且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我借贷99万，终于有人喊出了最高价，他觉得不会有人喊出比他更高的价格，可是我却举起了手。我借贷120万。那个借贷99万的人忍不住对我破口大骂，但我丝毫不理会他。全家桶被我顺利拍下，第2份全家桶被林雨嫣拍下，他借贷了105万。第3份全家桶被朱利安拍下，他借贷了110万。全家桶还剩下7份。另外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，明天最后的冠军系统会奖励1亿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早说我就多借一点了。听见1亿的奖励，剩下的玩家都面露贪婪之色。我边吃全家桶边小心地观察着林雨嫣和朱利安的神色，他俩淡定自若。最后一份全家桶已经高达1000万，这并不是拍卖的极限，而是那些玩家能借贷的极限。接下来是强效精力补充剂，一次性恢复满额精力值，并延缓未来12小时精力消耗速度，仅5份。这可是好东西，可保持精神高度集中状态，可以说这是决赛圈的最强保障。玩家们都已经给出了自己额度的极限。林雨嫣用2000万拍得了补充剂，后面毫无悬念的，我和朱利安也分别用2000万获得了补充剂。我们3人心照不宣，并没有恶性竞争，哄抬更高的物价。因为补充剂有5份，我们肯定可以占3份。我已经确定，林雨嫣和朱利安都累积了巨额资产，系统才可能给他们借贷如此大的金额。我们3人都把3个数值全部补满了，今晚绝对不可能淘汰我们3人。正当我以为物品全部拍卖完毕时，拍卖师拿出了最后一件拍品，安全屋坐标和钥匙，起拍价500万，持有者可从获得它开始，一直待到第7天中午12点，期间屏蔽一切伤害和规则，包括系统。现场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。这个起拍价本身就像一道天堑，隔绝了绝大多数已经负债累累的玩家。短暂的死寂后，林雨嫣率先开口：1000万，1500万，2000万，2500万。价格以500万为单位飞速攀升，很快就突破了5000万大关。两人表情依旧平静，但空气中已弥漫开无形的硝烟。就在这时，我举起了手，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。林雨嫣和朱利安也同时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警惕和审视。6000万，7000万，8000万。我戳1个亿。你疯了？你已经负债1亿2120万，这一轮都白忙活了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安全更重要，我可不想死在你或他手里。我这话说的极其虚伪，纯粹是为了刺激他。林雨嫣的眼神变得极其危险，她不再看拍卖师，而是死死盯着我。1亿1000万，1亿5000万，1亿6000万。这个数字似乎已经逼近他的心理极限。林雨嫣沉默了足足3秒，才从牙缝里挤出报价：1亿7000万，2亿。两位还要跟吗？朱利安的表情告诉我，他已经完全放弃。我再博弈，林雨嫣知道我的身价，也必然猜到我有对应的借贷额度。我拿出5亿，也比不过他的借贷额度，所以他只要跟就我赢。其实我并不想负债那么多，也不想要这个安全屋，我只是想让他背负巨债。我清清嗓子，对着所有玩家说道：这个林雨嫣是个魔术师，一个极度危险的杀人犯，已经获胜了6次，累积了50亿资金。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杀了他可以拿到50亿。所有的玩家看向林雨嫣，眼睛泛着绿光，就像饿狼看着一口肥肉。林雨嫣终于怒了：王浩然，我饶不了你。2亿第1次，2亿第2次。你会跟吗，林雨嫣？2亿第3亿，我出3亿。林雨嫣直接把额度拔高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程度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比任何人都需要安全屋。我赌赢了。林雨嫣拿到了安全屋的坐标和钥匙，拍卖一结束，他就匆匆离开。王浩然，你可真有趣。合作的承诺还有效吗？我愿意跟你合作，咱们击败他，瓜分50亿。小猪看着我伸出的手，脸上那种玩味的神情慢慢收敛，他的手终于伸出来，与我短暂的交握了一下。王浩然，合作愉快。为了50亿，我知道这联盟脆弱的像你，但眼下我们需要彼此。林雨嫣是共同的最强大的敌人。第7天0点准时来临，系统的广播准时响起。系统结算开始，根据饥饿值、口渴值、精力值综合排名，以下11名玩家数值最低将被淘汰。最终日到来，
当前存活玩家20人。基于各位在最后的午餐中的出色表现，先为每位玩家注入100万奖金，存活至最后一刻即可成功提款。最终日特别规则：猎杀狂欢，现银激活，玩家间可自由攻击，淘汰其他玩家可立刻获取其持有的全部奖金。猎杀数量最多者将额外获得1亿奖金。祝各位杀得开心！规则落下的瞬间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，刚刚还勉强维持的秩序荡然无存。幸存者们互相警惕地打量着彼此，眼神中充满了贪婪、恐惧、杀意。那100万在后面的规则颁布时，已经没多少吸引力了。我们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电子钟，上面血红的24小时倒计时开始跳动。各位，看看你们的账户，那100万够还你们的债吗？够你们赢吗？1亿只有1份，你能保证自己能赢得安全屋的那位吗？很多人下意识的查看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你们有的负债几百万，这100万杯水车薪。而安全屋里的林雨嫣太强大，还有安全屋的保护，等大家遍体鳞伤、死伤无数后，他还是满血出来，轻轻松松干掉剩余的人。但我有一个机会，找到安全屋，将林雨嫣淘汰，平分50亿。我们19个人，每人能分2.63亿，足够覆盖一切债务，还能让你们一夜暴富。绝望中的人最容易煽动，金钱的光芒照亮了他们充血的眼睛。想想看，单独行动，你们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杀了，或者辛苦杀了人也凑不够钱。但只要我们联合起来，先除掉最强的那个，瓜分他的巨额资金，我们所有人就都安全了，都赢了。我们可以签一个协议，按上手印，约定无论谁给了林雨嫣最后一击，获得的50亿奖金都必须拿出来，由我们剩下的所有人平分。系统只认击杀者，但我们可以私下签订协议。在巨大的共同利益面前，这份协议竟然很快被所有人接受，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，按了手印。小猪也签了，但笑容意味深长。我们这19个各怀鬼胎的人，暂时组成了一个联盟，开始满船寻找安全屋。游轮所有的 NPC 都消失了，在所有人地毯式搜寻上，终于有人找到了安全屋，它位于9楼 VIP 室。此刻林雨嫣正躺在安全屋里，好吃好喝，等待着外面的人厮杀。因为屏蔽了一切规则，包括系统，他收不到任何系统通知。他以为拿到安全屋就绝对安全，却不知这是我为他打造的服务。中午12点整，安全屋的屏蔽效果准时消失，安全屋的墙壁突然消失，露出了里面的林雨嫣。他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，却看到外面19双充满杀意的眼睛时，瞬间僵住，表情由微笑化为震惊。他想象中的画面是我们在外面自相残杀，而不是所有人团结一致的等他。随着一声动手的喊叫，饥饿的狼群扑向了被困住的狼。林雨嫣的身手血可可怕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在绝对的人数和疯狂的围攻下，他很快就能淘汰。玩家8号已死亡，淘汰。负债3亿2200万，58亿奖金平分，转移至击杀参与者。那笔天文数字般的奖金被分摊到了最后扔他下海的4个玩家头上，包括朱莉安。然后安澜瞬间吞噬了理智，他们账户里突然多了14.5亿资金的玩家，当然不再愿意均分，他们扑向刚刚还是盟友的其他人。只要把他们干掉，钱就都是我的了。协议就是个屁！混战瞬间爆发，惨叫声、怒吼声、肉体撞击声瞬间取代了短暂的对峙。我早在他们扔林雨嫣下海前，就悄无声息的后退，迅速躲进了一个早就看好的阴暗角落，透过缝隙，冷冷地看着外面地狱的日子。我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协议也只不过是用来打败林雨嫣的阶段性手法吧。朱利安的身手敏捷，每一次袭击都精准地带走一个陷入疯狂的团体。系统淘汰的提示音几乎连成一片。就在这时，我偷偷点燃了一记，火舌顺着机油的细线迅速燃烧到了我早已准备好的油桶。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撕裂空气，灼热的气浪混合着破碎的木头，外面的惨叫声和打斗声戛然而止，只有迅猛的火焰在熊熊燃烧。我要感谢林雨嫣，她裤腿上那块油污痕迹让我猜到游轮上有储备石油。我用水浸湿毛巾捂住口鼻，小心翼翼地探出头。甲板上一片狼藉，联盟、背叛、贪婪，一切都在爆炸中化为乌有。就在这时，一堆燃烧的杂物动了一下，一个焦黑的身影挣扎着爬了出来，是朱利安。她的长发不对，应该是假发被烧得脱落。她趴在地上，每一次呼吸都要耗费巨大力气。她看到了毫发无伤的我，眼睛带着滔天恨意，露出了原本的男性嗓音：你早就知道了。你的喉结虽然用高领遮住，但依然明显。还有你的手太大了，脚也太大了，不像是女性的翅膀。你编的故事很动听，可惜破绽太多。他试图说什么，喉咙里却只能发出一阵咕隆声，没多久就断了气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在他眼里，我太弱小，林雨嫣太过强大。他想利用我对付林雨嫣，坐收渔人之利，却不知我才是最后活下去的。玩家89号被击杀淘汰，负债2218万，其持有奖金37亿，全部转移至6号账。当前存活玩家1人，恭喜玩家66号玩家成功生存至最后，成为本轮幽灵游轮的唯一冠军。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，而后我突然出现在一个诡异的空间，面前悬浮着那个冰冷的系统界面，显示着恭喜66号玩家获得最终胜利，可提款金额100.09,880万元。我看着那些金额，脑海里突然涌入了许多回忆。父亲的公司被恶意围猎，他赔光了家产，依然债台高筑，欠了100亿。他在绝望中自尽，留给我和母亲100亿的债。系统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66号玩家，你的表现远超预期，对规则的理解
对人性的利用、冷静和残忍，你简直是为此游戏而生。这100.988亿可以立刻提现，让你去还债，或者你愿意将它们全部作为赌注，继续参加下一轮游戏。下一轮的奖金池将是1000亿，足以让你买下过去欺辱你家族的所有敌人，重建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帝国。选择吧。空间开始微微震动，2个巨大的选项按钮出现在我面前，提款离开和继续游戏。鲜红的倒计时数字跳动，9、8、7、6，我的手指悬停在选择继续游戏上，最终按了下去。